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做一期截止到星铁2.0匹诺康尼版本最新的5星主贼配对指南。以下视频呢，我们会按照这个属性进行划分。如果大家想看哪个属性，也可以直接跳过去观看。下面我们就开始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物理系。如果不算我们的主角的话，目前来看呢，就2个 C。第一个啊，就是咱们智识命图的银之。作为智识命图啊，非常依赖大招。目前的配对呢有几个：银之、停云、寒鸦、霍火。这里边啊，停云是必不可少的，因为银之呢它有2段大招，停云的这个充能对他来说帮助就非常大了。其次呢就是寒鸦，寒鸦的话主要有优势啊，可以缠点。没有寒鸦，你有艾斯达，艾斯达它这个常驻加工嘛，大招呢还能提速，对银之来说也是比较有用的。然后呢就是博尔尼亚也可以。再者呢就是奶位最好是霍火，因为霍火也可以加充能嘛。如果说霍火是5星，现在有1个5星奶都没有呢，罗刹也没复刻，白鹿我也抽不到，那你就用谁用谁呗，娜塔莎总有吧。然后呢就是一个常驻 C， 也就是咱们的克拉拉，离开克拉拉也是很强的，尤其是对于一些生存压力比较大的副本更是有奇效。目前呢也有一个克拉拉非常适合的配对，也就是克罗玉托。御空在这个队伍里边是非常好用的。御空的这个明贤号令啊，对别的角色来说攻击2次它就没有了，但是对于克拉拉来说，它的反击不消耗层数，所以也非常适合。那如果说你没有托帕，万金油停云在哪都可以上。罗刹的话最好还是要有的，实在没有罗刹，有谁用谁吧。物理讲完了之后，我们来说一下量子。目前量子啊只有1个5星主推，也就是希尔。配对的话呢，也就是纯量子队，希尔、银狼、浮玄、花火。这个阵容它的优点呢，就是它可以无视怪物的任何弱点。如果说你实在不想抽花火，其他的同鞋也可以，比如说像软梅、博尔尼亚4星角色，像停云都是可以替代的。这个队伍如果非要说缺点的话呢，个人感觉唯一的缺点就是，毕竟希尔啊作为最早登场的 UP 角色，比起后边新出的这些一个比一个强力的主 C 来看啊，伤害呢多少有点低了。如果说后续再出现什么强力的量子 C 的话，那这个队伍我去将会非常的变态。接下来呢就是虚数角色，目前来看啊有3位，第一个肯定就是咱们的义父了，真理医生。作为一个这个极致的对单角色，义父目前的队友有这几位可以选择，首选的呢就是托帕加追击伤害，然后呢就是软梅跟霍火。那有人说了，哇，又是全是金，别急啊，有替换的。如果说你没有软梅，你也可以上停云；如果说你没有霍火，上罗刹、上浮玄，甚至说4星角色娜塔莎都可以。如果说你没有托帕，可以换佩拉。第二个呢就是撕裂星海肩膀银月君。我们呢先来说一下高配对，也就是银月君6命御空花火，再加上一个生存位。如果说6命御空太难搞啦，没事儿，还有另外一个狐娘停云也可以用。那你说花火太难搞啦，寒鸦也可以。最后一个呢，也就是咱们的老朋友瓦尔特羊了。作为一个常驻角色嘛，其实伤害呢也就那样。队伍呢现在呢可以上老杨、停云、寒鸦、霍火双重阵容，可以频繁的放大招，因为老杨他放完大招可以把怪物直接推下去嘛，这个阵容也是比较好的。没有霍火呢，可以选择其他的生存位，有谁上谁就行。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风属性，目前也是2个主 C， 也就是我们的刃和黑天鹅。此番美景要诸位共赏。刃呢，作为生存能力非常强的一个毁灭 C， 有这几个优点。第一呢就是不耗点，第二呢就是配对比较灵活，也可以当成一个副 C 用。但是刃的这个配对对博尔尼亚的依赖还是比较大的。然后再加个软梅，如果说没有软梅的话，换成佩拉也可以啊，毕竟佩拉还有个减抗。最后呢就是灵可，因为灵可它这个奶到的这个毁灭角色，它还可以嘲讽怪。那我们知道奶别人的话，别人是可能比较怕嘲讽的，但是刃是完全不怕的呀，打不死我 A 一个。当然如果说你没有灵可，用其他的角色也行。那有关于黑天鹅呢，我们就放到卡夫卡这儿再说。再者呢就是兵系，目前来说啊也是2个。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疯批大姐姐净流，就让这一轮月华炸彻万川。我将如是挥剑，无剑无尽，直到斩下天上的星星。影星受益匪浅。目前来看啊，0+1最强主 C， 伤害平滑的同时啊，爆发还高。目前的配对呢，第一个就是博尔尼亚，可以配合镜子的天赋更快启动。就开始挠了。再者呢就是软梅辅助万金油，再者呢就是生存位，有谁用谁。有的人可能说怎么又全是金呢？博尔尼亚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说你实在没有，那你就带停云吧。软梅如果说你也没有，那你就换佩拉，毕竟佩拉还有个减冰抗呢，也是比较有用的。然后呢就是我们的第2位兵系主 C 小弟弟燕青，推荐大家练啊。虽然说燕青在这个剧情里边还是蛮屌的，我要打10个，但是燕青这个角色真的不太适合大家投入过多的资源，尤其是那个专武啊太抽象了。
了，我靠！什么叫做没有暴击的时候给你加暴击啊？那我到底是对不对暴击啊？配对呢就是燕青、阮梅、庭云和杰哥，反正大家有谁上谁就行，我们就不多说了。然后呢就是火系有2个，第一个呢就是托帕，作为一个追击核心，只要是追击队伍里边都可以上一下。第一个呢就是跟我们的义父组成这个托帕、真理医生、阮梅，再加上一个生存位，或者呢是跟警员在一起，托帕、警员、庭云生存位。还有一个也就是克罗托，因为托帕的话，它准确来说算是一个副 C， 只要是追击队里边都可以上托帕。然后呢就是咱们的第2位角色了，要什么都有美貌的姬子阿姨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自从这个虚构叙事出来之后啊，我们的姬子起飞了，哐哐哐的分都给他打满了。但是其他的话好像上姬子啊，确实可有可无。配对的话也是追击队，姬子托帕、阮梅霍霍，托帕又有就业空间了。托帕加追击，阮梅加击破，对姬子来说都是有用的属性，就是能不能辅助得起来啊，不好说。下面呢就最后一个属性了，雷了，也是目前限定主 C 最多的一个就是咱们的罗夫将军警员。配对呢，我们之前讲托帕的时候有说过，没有托帕呢，你也可以上艾斯达跟庭云，一个提速一个充能，对警员来说也都是非常有用的。第2个呢，也就是咱们的卡玛，嘣嘣嘣嘣嘣。作为异常伤害里边的核心，卡夫卡呢可以引爆怪物身上的持续伤害。按照这个机制啊，目前呢有2个队伍，第一个呢就是带个异常的队友，5星角色的话就是黑天鹅，4星角色比如说像小桂子和桑博里边啊爱选一。然后呢就是阮梅，阮梅对于这种异常伤害的队伍啊，提升真的是非常非常巨大，因为阮梅它这个击破掩后的效果，可以让怪物瞬间再多受1次异常的伤害。然后呢再带一个生存位，最好是霍霍，霍霍有充能，有时候就差那么点儿，霍霍哎提上来了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转没了，哦他妈后悔死了，没抽霍霍，好傻逼。第2个呢，就是让卡夫卡单飞，卡夫卡、阮梅、艾斯达或者是庭云，然后再带一个生存位，也是比较强的。OK， 那么以上呢就是咱们截止到目前为止啊，星铁的一个5星主 C 的全部配对了。你既然都已经看到这儿了，那不妨就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关注一下，有币的捧个币场，没币的捧个赞场。最后呢，咱就祝大家在新的1年里都能一发入魂，10连双黄，都能抽到自己想抽的角色。